大部分靓仔都看过高手在打球时出杆的动作和击球的声音都是非常干净利落的，而新手小白在打球时往往只关注白球打出去后的结果，而忽略了动作的完整度。今天这节课我将带大家学习发力的穿透性和准度的稳定性是怎么来的，延迟小臂发力的时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的细节，球杆回到最后方，先由大臂向上走，同时带着小臂慢慢向前，这个时候小臂还是不发力的，感觉此时球杆能够持续的对准的瞄准点后，好锁定好大臂，小臂开始发力提速向前送出去。小臂是球杆摆动时的动力主要来源，那么在小臂开始加速之前呢，就必须要先将小臂的动作轨迹锁定好了才行。延迟小臂的发力时机有2点好处，是能够清楚的看到球杆是从哪里来的，以及出向什么地方。所以在小臂开始发力之前，必须要先能够感受到大臂的方向被锁定后，小臂才能放心的加速。每天训练这套动作20分钟，稳定性将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下课。当你想要击打的目标球被挡住了一点点的时候，直接击打的话会碰到黑球。击打白球左下角的位置，白球就会走出一点点弧线，绕过黑球将红球打进。原理是因为当我们打在白球左半边时，会给母球一个向右的挤压力量，同时也会给母球带上左侧的旋转，之后才旋回来，这才产生了一点点弧线。而如果黑球挡住了半颗球，此时就得把球杆立起来，这样能增加向右的挤压力和纵向的旋转力。想让白球在哪里拐弯，球杆就对准哪里，同样也是击打白球左下角的位置。想要系统学习台球技术，可以看一下我主页置顶的第1个视频。下课。我们一直有一个疑问，台球里面会有叫左塞或者右塞，但是又有叫顺塞或者反塞。那么这个球型将会帮助你解决顺塞和反塞的理解难题。今天让我们深入来研究一下。我们都知道垂直击打库边，笔直进去会笔直出来，加左塞会往左边跑，加右塞会往右边跑。那如果以一定的角度击打库边呢？我们以这个球为例，不加塞击打纯高杆，它会刚刚好 K 到黑球。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左侧旋转，白球吃库后会是什么效果，也就是顺塞。根据白球轨迹的线路可以看出，顺塞让白球的反射角变小了，同时还让白球产生了加速的效果。我们再打一个右塞，也就是反塞，反塞会让白球的反射角度变大，同时还有减速的效果。你看这个效果的对比就非常明显。那么我们现在打低杆，正常不加塞低杆是会碰到这颗球的。大家思考一下，现在的顺塞是左塞呢，还是右塞？提示一下，顺塞可以让白球吃库后加速，反塞会减速。是的，那顺塞就是右塞。来看一下，白球加速了，同时反射角也变小了。反塞就是左塞了。来看一下，白球产生了明显的减速效果。从这2个球型也可以看出，用顺塞和反塞的描述方法，我们可以更清晰的去判断白球的速度和反射的角度。如果是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也更能够体会到这杆打完后白球想要停的位置。好了，下节课来教一下大家加塞如何瞄准的技巧。想要系统学习，课程哪里找？去看我主页置顶第1条。下课。你是不是一遇到这样的球就打不进？有一招特别管用，奥沙利文都在用，那就是对直了趴下去，杆头向左挪动一点点，放心大胆的出杆，就能哐的一声精准打进。是不是很神奇？这就叫做辅助塞。为什么我平时用中杆直接瞄进球点的时候就打不进呢？而这一招却能够这么轻松的打进。平时我们大家是不是练习5分点比较多，对直线球的感觉比较好，10颗进10颗都没有问题。那么在偶尔一次失误的时候，你还记得目标球偏到哪里去了吗？是不是大概会在这个范围里面？我相信这一杆在你趴下去的时候，身位的方向一定是正确的，只是在出杆的时候后手偏动了一点点而已。所以身位对准一个方向之后，其实目标球能被打到的范围区间是有这么大的，而我们平常最熟悉的就是直球的身位，所以像这么小角度范围内的库边球都可以以直球的身位进行入位，用平时熟悉的直球感觉来增强我们的信心。我们之所以打不进主要还是对自己的瞄准不自信，不是害怕偏左了，就是害怕偏右了。所以最后一步最为关键，杆头向左调整完之后，出杆时要感觉直接对准进球点去出杆，有了精确的目标点来引导后手的出杆方向，就更加进一步的增加了安全感，最终就可以轻松的精准打进了。
如果是这种角度的话，杆头向右调整一点就可以了，也能轻松打进。角度稍微再大一点也可以。总而言之，在这个范围里面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友情提醒，如果直线球没有10颗进10颗能力的人，就不要用这个方法了。好了，下节课继续讲解其他加赛瞄准的技巧。想要系统学习进阶技术，一定要去看看我主页置顶的第1条作品。下课。如果你没有练过发力，那你永远不知道不需要任何球杆，在家里也能训练发力，效率绝对不会低于你去球房里训练。下面这套完全无球杆发力训练，你一定要收藏好。动作1：提肘训练，每组30秒，做3组。动作2：小臂中摆训练，每组30秒，做3组。动作3：锁大臂，小臂带手腕手指训练，每组30秒，做3组。动作4：提肘，小臂带腕训练，每组30秒，做3组。你只要练上1周，去到球房将会惊艳众人。如果想深入学习其他台球技术，一定要去看一下我主页置顶的第1条作品。下课。一家杆法就打不进球，主要是没有分清楚手臂每一个部位的主要功能。大臂是负责锁定方向的，也就是负责准度；小臂是负责出杆加速的，也就是杆法效果；手腕是负责速度的补充的。上节课已经学习了如何锁定大臂的方向，这节课就来学习一下小臂和手腕的加速。由于很多人在锁定大臂的时候小臂也会变得非常僵硬，总会感觉发力不顺畅。记住，锁定只是限制大臂的左右摆动，是胸肌和背肌的定型，其他肌肉呢还是需要放松下来。控制小臂向后摆动的主要是3头肌，向前摆动的主要是2头肌。那么拍下去之后，脑子就需要先想着把大臂定型后放松其他肌肉，肌肉越放松，发力就越轻松。举个例子，当小臂在向后回杆之后，此时在向前时需要顺着重力的势能去向前。你看这个球杆就像我们的后手一样，后手回到这个地方，把这个力量放掉的时候，它会有一股重力势能。你看它是这样的一个速度在摆动。好，如果它在这个重力势能往前的时候，我们自然的给它赋予一些力量，那它的速度就会变得更快。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放掉之后，稍微荡一下，它的速度其实就很快了。看到没有？它会有一个顺着这股重力势能去加速的状态，所以你只需要顺着这股力去加上一些速度，打出来的力量就会变得非常扎实。等到各位通过训练感受到这部分之后我们再去加上手腕的翻转时机，会让发力变得更加饱满。手腕它其实非常的灵活，如果完全放松它是不可控的，所以我们需要在完全放松的状态下再收紧一点点力。我们先来感受一下一杆没有手腕的出杆，这个只有小臂在摆动，速度是不是感觉很慢很平稳？接下来我们加上手腕，同样小臂还是很慢很平稳，可是你会明显的感觉到手腕在这个位置加入发力之后，球杆有一个提速的过程。没看清再来看一遍，我们来对比一下2次出杆的感觉。是不是感觉到了加入手腕的出杆，发力会变得更加有弹性和穿透力？所以在加杆法的时候手腕所赋予的那一点点速度，会让你的发力变得轻松很多，同时还能让白球退回来的效果变强很多。所以当你发力变轻松之后，在平时加杆法的时候才不会影响到指数。我们再来看一下奥沙利文的发力，重点去感受一下他的小臂和手腕手指的部位，自然的利用了重力势能的这种感觉。好了，想要全面系统学习的靓仔，可以加入我的高手班或者是大师班私教课，别忘了点我头像发我666。下课。